就是江湾桥，也是东濠涌这条河就是汇入珠江的地方。现在我右转到河群一马路上这条优雅的街道呢，就是新河浦街道，也是称之为历史文化街区。这边的房子是不是还是非常的漂亮啊？现在呢，已经转入到临江大道右侧珠江里面呢，就是二沙岛。这边呢，来到了花城广场非常开阔的新中轴线的一个广场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告别珠江新城，我已经看到右前方有显春路了，我就打算到显春去搭18号地铁。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继续在沿江路骑行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段骑行了。刚刚换了最后一块电池，而且我看内存呢也只能录1个来小时了。那我就呢把这个目标设定到显春地铁站，到那边呢去搭乘18号地铁回家。这是最合适的一条地铁线，直达市广路，直接到祈福新村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向前再骑一段刚才我看了一下包里的码表其实也就骑了不到30公里而已。这2天的陪他老表，要禁止又要去。原来这边呢一直可以在江边走。前方呢就是江湾桥，也是东濠涌这条河就是汇入珠江的地方。今天呢还走了一段东濠涌但没走完。你们看看这个江里的观光的船特别有意思像一个宴会场一样。
江湾又在改造了。我记得上次去伦敦，在我的朋友的带领下，晚上从唐人街一直走路，经过苏格兰场，沿着泰晤士河一直走到伦敦桥，走了应该蛮长一段路，看那个泰晤士河的街景。然后我就发现它那个江边的路也都完全连通了，经过很多著名的建筑，以前的历史的街区等等啊。就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某一天能够在伦敦骑车多好，特别是骑一部英国产的小步车，我觉得这更有意义啊。说小步来，刚刚前面那位男士骑的也是小步车。我觉得这种小步车，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折叠车，是最适合在城区，尤其那种老城区穿行的交通工具，更适合像我们这种上点年纪的人，因为你靠走路呢，很多地方真的体力不支。你骑着车，如果能够搭一段地铁，那就非常舒服了。所以这也是今后的一个方向啊，自己休闲的一种方法。差一点呢，骑过头了。这边呢已经到了大沙头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离开海印大桥旁边的珠江边，然后呢，贴着东山湖公园向北骑行。因为前方不远呢，有一片历史街区叫合浦路，新合浦路街区啊。那我们到这边呢也去转一转啊。应该也是我回程路有可能可以去拐道的地方。左侧呢，这条高架路就是海印桥下桥的地方。右侧呢，就是东湖站地铁站，6号线的地铁站。我看整个的右侧都在大挖特挖，像是又要搞一个什么大型的设施啊。马路左侧呢，就是以前有名的海印桥电气城啊，也叫大沙头电气城。这边呢，已经来到了以前的东山区的街区了。
东山湖公园的一个门呢，就在右侧。现在我右转到河群一马路上了，这条优雅的街道呢，就是新河浦街道，也是称之为历史文化街区。因为以前广州说的这个怎么说的，西关的小姐，东山的少爷，也就是说呢，这边都是达官贵人云集的地方，自然就有很多有名人的古迹啊，所以就留下了很多历史文化的遗迹，很多的一种有一点味道的街区。这条马路的中间呢是一条河冲，现在呢也经过了一些美化改建以后呢，变得看上去比较舒服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就有很多的以前的老房子了，有些呢也修旧如旧，做了一番粉刷之类的，吸引着很多人到这边来打卡。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，你看，虽然现在都变成了一些服装店，卖一些牌子的店，但是还是得以了保存。看什么那个嘛？看这边的房子，是不是还是非常的漂亮啊？其实就是一个个独立的 house。相信呢，现在依然是一些达官贵人居住的地方，但是也有一些呢置换出来，变成了一些时尚小店啊。你看，像这边就是
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小店呢？这个就是这个街区。就在这样的街区随意的走走呢，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啊。这边呢是以前共产党开第3次党代会的一个地方，所以现在呢也是把它作为一个红色的什么纪念地啊。我看到很多结婚的新人也在这边拍照，索取的结婚证啊。哦，这小朋友放学了吗？这边呢有个有名的小学叫培正小学。对面呢又是一个名校，叫第7中学。这里呢就是著名的培正小学。除了培正小学呢，还有培正中学。烟墩路幼儿园。对于老百姓来讲啊，穷的人呢更在意医疗啊，就希望在有病的时候能够去到更合适的医院。但是有钱人可能更注重的是教育，他们通过好多教育呢，不但得到知识，主要是更新理念。很多事情呢都会从大处入手，
这样的话呢，就有可能提前规避了很多的风险。通过预防保健呢，就会避免得了大病啊、抓瞎的这种境地。现在呢，骑到了市有新马路上，顺着这条路呢，就一直可以去到珠江新城。
现在呢已经转入到临江大道啊，右侧珠江里面呢就是二沙岛。穿过广州大桥桥下，前面的就珠江新城了。现在呢，我又回到了珠江边了，正对着呢就是小蛮腰，前面呢是海心沙。这边呢，江边啊也是拍照的好地方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边拍照留念。特别是现在做什么抖音啊、短视频啊，就更愿意在这种地方作为背景。你看啊，这个大榕树啊，遮天蔽日啊，就遮阴的效果特别好。这里比较矮啊，我要把我的腰通过去了。右侧呢就是海心沙岛，这些建筑物呢都是当年开亚运会开幕时保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啊。
这边呢来到了花城广场啊，非常开阔的新中轴线的一个广场。这歌好不好看啊？好看，好看吗？这个右侧呢就是广东省博物馆，而对面呢就是广州市的新图书馆。这个两边呢就有广州最高的两座建筑，东塔和西塔。其实这个花城广场下面呢全部都挖空了，除了有地铁站以外呢，都是一些商业设施开的各种商铺。昨天晚上我们也喝了8瓶。哎呀，幸亏我在你。这里面应该是广州最新的一个区域，也是最商业热闹地方。现在呢站在秋广场啊，正对着呢就是东广场。花城广场这边呢一共有春夏秋冬4个广场，都是商业广场。它通过天桥还有呢地下的这些交通啊连成一片啊。这边呢曾经也是我工作的地方，但是呢过了一些年再回到这边呢也没有太多的感觉，因为做人呢都要学会和过去告别。10块钱有些。
现在呢，我就告别珠江新城，我已经看到右前方有显春路了，我就打算到显春去搭18号地铁。现在呢，右转到黄埔大道上，到前面显春路去找显春站。就是看我这个找呀，这里呢还在建设过程当中，因为18号线呢，现在到显春是终点站，很快呢就要延伸到东站，所以这边呢也在建设交通的枢纽。好了，我已经看到显春站了，那我们先告一段落，搭一段地铁到了祈福新村再说，一会儿见。我现在呢已经从市广路地铁站出来，现在准备骑行回村去了。在暂别广州前最后一天，能有这么一段长距离的骑行，特别是去了很多老城区，有些呢甚至我以前都从来没有去打过卡的地方，就感觉还是不错的一座城市，所以把它分享给大家，也加深自己对广州这座城市的印象啊。等到回来的时候呢，再去重温一些广州的各个地方。看来天气有点变化啊，已经乌云低垂，恐怕要下雨了。
但今天确实有点热啊，30度以上的天气，太阳底下骑行啊，出了不少汗。好了，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小区，那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